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武器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上单兑现情况。像这局的话，打野说他想去上厕所，还是上大号，完了呀，要输了呀！这局很困难是吧？得加快速度了，得上数值，上数据。这里摸了他3下，然后还躲了一个 Q， 其实挺赚的。对方可能吹没关系，就接他吹就行了。这里跳过来晕住，再敲一下不灭，这样换血是赚的。他又没 Q 到过来，他征服者应该是满的，等他征服者消除了，没了。你看没有？他那里有发光点，就是征服者满了。满的情况下你就不要跟他打。这里漏了一个兵，就上单的博弈。听说反正就是下个版本上单的那个经验会，就是说兵线的经验啊那些都会增加，所以前期的优势肯定会辐射到后期，说是这么说哈，到时候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啊！线单杀了对方。这刚刚那波就是神志不清了，他完全可以去吃果子，然后再回来打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他一个兵都不想漏，你知道吧？这种就是你们玩上单玩家最严重的一个点，就是一个兵都不想，太贪了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的话反倒是给武器吃个果子，但是对方的打法绝活哥很喜欢，你知道吧？就有种那种阴戳戳的那种感觉。但说实话，上单玩得好的时候，就是会有种那种贱的，你知道吧？就会干出一些贱的事情。像这里面右下角这里，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带巨人杀手？因为带这个，除非打肉会带巨人杀手。如果带这种致命节奏、致命一击吧，然后它是低于50%伤害的时候，有提高很多伤害的。哇，这里的话被吹到了，直接开大狂锤，这不现在他收不了的，但他想收那就只能死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绝活哥这边就已经知道对方就会很贪，上一局已经发现了对方的打法，习惯性贪这些东西，那就利用这种他的贪念，直接强杀他。但其实对面是会玩的并不是属于那种也应该也算是小高手，只不过这边实力差距跟绝活哥这边实力差距太大了。手游的武器是吧？狗都不玩，然后绝活哥玩。其实手游武器蛮强的，并不弱。对方过来想 A 果子就反打你，看到没有？他就是这种，就开局我就说了，他的这种打法就是比较阴戳戳的那种感觉。这种状态的话，对面打野过来抓的话都不好抓的，所以完全不虚。你们乔叶过来，发现怎么还是个8级的？有大有闪，杀都杀不掉。
这里过来把核桃蟹直接吃了，不给对方。这里面就提出了个质疑，说为什么现在打野他的打野不喜欢来上关去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抓上路不一定能赢啊，抓下路起飞了，这局就基本上赢了呀。但下个版本就会改变这种形态啊，所以有可能是吧？有可能啊，不能100%的。到时候这喵的来个什么换线啊，搞这七七八八的东西，那神仙都救不了。看一下这里6分钟的时候能不能去参团，把自己的优势辐射给队友，因为上路的优势是很大的。哇，对方想利用大招去清线，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。其实可以这里的时候可以去越一塔去清下一波兵线，但这里的话就在这等着了。这样的话就慢了很多。塔皮推掉了，但没有塔皮的那个推啊，武器还是推得很快哦。如果换其他英雄，掉了塔皮以后推塔很慢的。对方2塔还有盾，没必要这种强行去推，把他爷给反。哦，反不了了，赶紧过去打架了。永恩已经到场了，这波5人团其实可以团的，晕住，哎，交闪现，大招收掉，伊泽瑞尔再敲一下，敲死，双杀，这里的话敲掉，可以，差点被反杀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方应该是不会来找武器打团，这优势太大了，领先一整个大件。找机会把这个给收了。嘿嘿，这里，这个酒桶的话是真想拉屎啊！火线就在面前都撞不到，我操，笑死了！超级想拉屎，屎急的要死，太急了，急！这局说实话有点无敌了，这里说实话，制造者都已经做出来了，峡谷制造者，那就黏着对面 A 就行了呀，这回血是吧？这里我发现对面法术伤害还是有点猛，第三件，所以选择做这种自然之力。不，如果说对面物理，比如说法术伤害一般的话，那你可以直接做那个死亡之舞。哎呦，有点烦，打不太过，还能守得住。这样的话有点无力，就是一身的力气无力使那种感觉。哎，两边强行越啊，大招跑路没了。对面也找到自己的节奏点了啊！这样子越的话都不敢跳他，这个冰女是有大招的，你跳他大招就尴尬的要死，你打不出伤害，你还得跑。哦，这里被逮住了，跳走，还敢下来，哇！这里辅助给控制，酒桶的话被害死了。我帮你看一眼啊，把自己给看没了。哇，石像鬼没开出来，
哇，冰女的控制伤害还有点恶心了。这里的话不做冰心了是吧？应该是不做冰心了吧？做自然之力。法术给叠上来，这冰女伤害还是有一些的。应该上去的一瞬间直接开石像鬼，因为那时候吃的伤害已经够多了。后面再敲的话，再想开那个石像鬼已经没那个时间了。哦，对，还有个点就是队友死掉以后，就是下个大版本，队友死掉以后会在地上丢下来一个盒子，盒子的话，队友走上去就能回血量，还有加移速，然后以后就会说队友会说杀得好，然后你就可以夸队友死得好。像射手的话，叠满了那个致命节奏以后，其实很舒服的，就是它那个攻速啊，那个攻击距离啊。所以你玩硬辅的话，就是不要去给它叠那个致命节奏，尽量不要去给它叠。但如果说你伤害够是吧，你上去就能把对面的那个秒残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子。这里的话，我叫队友不要打龙，先打团哦。冰女直接进场接大招，你看冰女就是这么强势，我去，差点死了。对面还是挺猛的呀，但还好这里武器优势够大。拿下4杀，皎月来了 ，A 不出来，后面2下 A 了没伤害，还是防着这个皎月的哈，这边9号哥。知道他会从那个上半野区出来，所以第一时间是往下走。像后续皎月那2下 A 出来的话，其实武器没办法，但可惜武器有反击风暴、电风扇，我转。那这种情况下，只能去单带啊，把自己的单带优势给发挥出来。现在把自然之力做出来，冰女的话就打不动这个武器了。像后期的布甲鞋有7%吧的一个，这里利用反击风暴无视防御塔的伤害。这里想一波的话，有点强行打了呀。这里冷静一下，不能这么打呀。在这个塔的话不好推了。想强杀冰女，哇，赶紧跳走，还是死了。有点着急啊，这队友。其实不是那个 E 技能是没办法挡掉那个防御塔伤害只是说武器推塔速度太快了，就是扛的那个伤害可以快速的把那个塔给拆掉。你可以看到他就敲了两三下。狗头的话也是可以的，狗头的话你 Q 技能叠满以后，然后去 A 出来那个，确实
直接把2下可以把塔给拆掉。像为什么有一些人那么喜欢带线？因为带线的话，只要不被抓，其实风险很低的。但是吧，打团风险那就大了，一打不好，打个不好的，直接被对面5杀了，是吧？团灭了，这就尴尬了。对面皎月和冰女做自然之力，就是为了那个针对他。Q 上去，哎，打一下，然后拉。这个泰坦有点急，钩子都勾塔上去了，应该是取消技能没取消掉，然后勾出来了。那这里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推塔了，顶着。但是兵线被清掉了，必须得拉出来，打不掉。双剑花战瞬间被反秒是吧？这边的话，射手发育其实挺好的。那这样的话就结束了。好，第1局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。